本想冷冷地看着小六沉入湖底，既解决掉自己情感上的麻烦，也除去陈荣义军潜在的危险，可最终相柳还是心软了。原来他真的对小六动了真情。相柳抱住小六，拦着他的头，认真端详着。这一刻，我相信相柳的内心是豁然开朗、纯净而坦然的。他一定做出了这样的判断：眼前的这个人是我要终其一生保护的爱人。我一直觉得相柳很神奇，他只是一个妖怪，本可以潇洒于天地之间，狂傲散漫的随心所欲，可他却生出了俯瞰众生的神性。他愿意为洪江的恩情坚持年复一年的枯燥操练，愿意献出生命也要守护那些被时光遗忘的陈荣义军的信念。而此时他的神性里又加上了对所爱之人的保护。即便这些坚守，他没有对洪江说过，对陈荣义军说过，对小六说过，但许诺于心，便自己知道。相柳身上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不违心不欺心。也许有朋友会问，既然相柳走的就是一个直接，为什么不宣之于口呢？这应该和他的经历、性格等有莫大关系。他孤独了几百年，很少有人给予他善意，他也几乎不与他人笑脸。关于喜欢的字眼，怕是一个字儿都说不出口，再加上傲娇的性格，哪怕心里开花，嘴上也绝不服软。小六都还没表态，他自然也不会抢先，但是他的身体是诚实的。在明确了心意后，相柳就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小六交心，想要替他解决眼前棘手的问题，为苍玄解骨。所以把小六从湖底捞上来，相柳就顺势谈到此事。哪知小六却不知解骨之法。相柳在沉思了好一会儿后，决定采用黎荣老人告诉他的方法，不想死就不要再强行召回。唯一能尝试的方法就是把蛊引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去祸害别人。小六很认真地说，他唯一想祸害的就是相柳。相柳轻声而笑地说，那就把蛊引到我身体里来吧。注意，这轻声而笑，也就是相柳都笑出声音来了，心里的欢愉可想而知。你看这个九头妖是不是很可爱？然后他又明确告诉小六，他杀苍玄是因为立场，告诉小六陈荣义军让他生出良心，以及他憎恶人家说他是九头怪的原因。这应该是相柳几百年来第一次对外人袒露他的内心吧。如此坦诚不设防，连小六都忍不住说，我们这算月下谈心，和睦相处吗？是的，因为相柳已经全身心接纳了小六，才会打开心扉，让小六走进来。很有趣的是，关于结果到他身上的事，小六没接后话就回家了。相柳只有等待，可等了1个多月都没见小六来找他，他反倒等不及了，主动来找小六。看见小六愁眉苦脸地看着河水，相柳问他在想什么。小六说，究竟怎样才能解除那个蛊？感情上一次给小六说的方法他都没听进去吗？相柳有些气恼，直接强调道，和你说了再找一个人把蛊引到他身上。小六顺着他的引导说，谁会愿意呢？也许轩的某个手下乐意。想来小六一定在腹诽小六吧，平时看着挺聪明的，现在怎么就转不过弯来了？我已经暗示的那么明显了，还要我怎么说？但表情依然是淡淡的说，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。接下来相柳又试探小六知不知道这是情人蛊，毕竟如果小六知道，他说移到自己身上，那不就是等于变相表白吗？确定小六不知道是情人蛊后，相柳便又一次强调，如果你想解除轩的蛊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找另一个人把蛊引到他身上，那要什么样的人才符合条件呢？相柳不吭声，一瞬后才硬邦邦地说，不知道。大家能够理解此时相柳的内心吗？自己都说的那么明显了，这个小笨蛋还没有领会精神。一个硬邦邦包含了相柳多少的郁闷和哭笑不得啊！还好小六终于上道了，说你合适吗？那还用说，但相柳不说话。小六继续试探，见相柳没有否定，就当作是他默认了。无赖小六终于回神了，看到相柳为了让小六把蛊转到自己身上煞费苦心，是不是和他高冷狠辣的人设完全不一样呢？是不是能感受到一种冰川下岩浆流动的美呢？其实相柳的内心是纯净而可爱的。自从小妖知道自己的身世之后，他带着涂山璟去了百离族，希望百离族能够解了自己身上的蛊。百离族的巫王说，情人蛊顾名思义，有一对雌雄蛊虫，中蛊的男女命脉相连，心意相通，一人痛另一人也会痛，一人伤另一个人也会伤，要么同心而生，要么离心而死，无法可解。涂山璟听后很紧张，立即问，
如果中了情人蛊的一人死了，另一人会如何？当听到巫王说地上梧桐相待老，天上蒹葭不独飞，水中鸳鸯会双死时，涂山璟不安地看了看小妖，因为他知道苍玄和相柳必有一战，相柳肯定会输。但是小妖却安慰涂山璟说，别担心，巫王的话不能当真。巫王说，只有情人才能中情人蛊，我和相柳可什么关系都没有，我们依旧中了情人蛊。巫王还说，一旦中下无法解蛊，可你别忘了，我这蛊先中给了苍玄，相柳不是帮苍玄解了蛊吗？涂山璟这才松了口气，不过小妖还是找到相柳要他解蛊，没想到相柳不肯解，无奈小妖只能和巫王一起研究解蛊的方法。可是每当尝试解蛊失败的时候，涂山璟都很失望。小妖以为涂山璟很在意他和相柳会心意相通，所以努力跟涂山璟解释自己跟相柳算不得心意相通。然而涂山璟在意的却是他们会命脉相连，所以涂山璟很不安。后来涂山璟亲自找到相柳询问解蛊的方法，但是相柳的回答也是解不了的。此时的涂山璟只希望到时候苍玄能够看在小妖的份上放过相柳。之后小妖也找了几次相柳，都是无果而终。可当小妖知道苍玄害了涂山璟服毒自尽时，相柳再次救了小妖的命。趁着小妖未醒时，相柳对他说，当年我能帮苍玄解蛊，是因为苍玄并非心甘情愿中蛊，你根本没有真正把蛊给他种上，我却是心甘情愿真正让你中了蛊。你三番四次要我解蛊，我一直告诉你解不了，我知道你不相信，但我的确没有骗你，我是真解不了蛊。说完，相柳吟唱蛊咒，把匕首狠狠插入自己的胸口，顿时鲜血从心口喷涌而出。相柳说，我虽然解不了蛊，却可以用命诱杀了他，不过你可别怪我骗你，是你没有问。相柳让碧君不要告诉小妖是他为他解了蛊，同时把小妖星星镜里有关自己的记忆也消除了。相柳说，从今往后你和我再无一丝关系。可见相柳是多么决绝，明明深爱着小妖，却从来不让小妖知道。小妖三番五次找他解蛊，他不解，无非是想要和小妖有多一点的时间的感应，他一时放不下。如今和苍玄决战，相柳下定决心战死沙场，也是时候放下小妖了。反正他已经让小妖有了足够的能力自保，也有人相依，也有处可去，他也算了无牵挂。这一切随着相柳战死，小妖至死都不可能知道。